嚟到今個星期嘅暑假兩年擊嘅第二站，亦都係最後一站。今站比賽嚟到匈牙利，同上次一樣，我會實地咁樣介紹同一條賽道，同埋同大家落 check 兜翻個靚圈，話俾大家聽賽道有咩咁特別，睇我哋普通人要揸到 F1 車手咁樣有乜咁難，仲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個星期大家可以留意嘅事項，等大家睇比賽嘅時候會知多啲。如果同朋友睇比賽，仲要 show 下自己有幾專業添。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F1 嘅資訊，會同你逐格睇翻，分析成個 F1 週末嘅各個重要時刻，利用車隊車手人員嘅訪問內容，去同多位一齊解構呢個體育運動。如果你想睇到 F1 嘅策略同埋技術，知一場比賽入邊直播鏡頭冇交代嘅事，咁就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再撳個鐘仔搶先看 like 條片 share 俾睇 F1 嘅朋友，再 comment， 你哋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事不宜遲，咁就 let's go。第一屆嘅匈牙利大獎賽係1936年就已經有，當時喺布達佩斯市中心嘅人民公園舉行，當時未有 F1， 因為明顯嘅政治原因，匈牙利係鐵幕嘅一部分，所以下一屆匈牙利大獎賽已經係1986年，由當時嘅 F1 大佬 Bernie Ecclestone 一手促成，呢個當年第一次喺鐵幕入邊舉行嘅 F1 分站。當年賽事已經去到現時嘅行加歐溫舉行，行加歐溫字面意思就係匈牙利賽道，果然係好名啊！賽道坐落於布達佩斯20公里嘅賽道全長4.381公里，有14個彎。賽道開頭有2個 DRS 區，賽道狹窄多彎，爬頭亦都唔容易。唔少人講笑咁話呢個係冇圍欄嘅摩納哥。不過而家啲車咁長咁闊咧，應該有唔少賽道都符合呢個描述啊。咁唯有寄望下年嘅新改例好少少啦。咁大家睇電視直播鏡頭咧，未必睇到個圈係點行嘅。咁我而家就用模擬器，帶大家喺賽道度行下啦。好，咁而家就入去 F1 World， 進入 F1 嘅世界啊！咁我哋就去行加園啦，咁啊揀翻架車先，揀翻自己整嘅車，公平啲嚇。我哋冇 bias 嘅，我哋咁我唔使諗啊，直接出去啦，唔使教車啊。其實我唔係好識教車，所以唔好問我嚇，唔識嘅。我都係上網睇人啲 setting 跟咯，執少少。咁啊呢度咧，首先一開始咧就係下一個圈嘅 DRS 區偵測點啦。咁今個賽道咧有2個 DRS 區，之前都講過14隻彎啦。咁就係呢個偵測點咧，就已經係包括咗2個 DRS 區。咁呢啲彎咧，我成日都我自己覺得好煩，因為你唔知道佢應該係你應該 V 字出啦，定係點樣攞個彎心，因為彎心好長。第一個 DRS 區啦，咁之後當然係重煞車區啦，一個好遠嘅爬頭位啦。咁啊都幾闊下嘅，咁之後第二個好快已經第二個 DRS 區啦。咁之後嚟到 T2 咧，我哋準備嚟到 T2 啦。咁你會見到咧呢度係好闊啦，同埋咧佢係因為個彎個 radius 好長啊，佢唔係一個好急嘅彎，咁所以咧佢係有好多線位可以走啊，所以都唔少人會喺度爬到頭。咁啊 T3 啊 T3 冇乜好講啊。咁啊 T4 咧就成個賽道其中一個比較難嘅地方啦，即係如果計一個位。首先你見到咧，我哋去到呢度咁近先去到見到彎心嘅，同埋我哋嗰個時候咧，因為係揸緊好高速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你可能得半秒冇半秒添啊，先睇到彎心。但係咧你要令到自己個 exit 盡量做得好喎，咁你點樣可以做到咧？就係要將架車盡量喺出彎嘅時候咧挨住右手邊。但係呢度啲留意下啲膊啊，你睇我如果我隻手唔擺喺咩度啊？你見到個係咁蹬嘅。咁第一就係會你俾啲膊去 punish 你啦。第二就係如果真係太出會俾人 delete 啲時間啦。咁之後就嚟到呢度啦。呢度我會採取 lay pass 通常都呢啲位上去啦。咁之後就嚟到上到山，首先一個絕境招呼你啦，過啦嚇。咁之後咧，呢度啲連續彎咧就好煩嘅，因為你可以講節奏感啊。如果你一個錯咗咧，你之後影響到個 car 嘅 placement 咧，可能你架車擺咗呢度，或者擺咗嗰度，咁唔同啦，成個彎係咪已經？咁你一指錯咧，就滿盤皆落手㗎，呢個圈就可以收皮㗎啦。呢度亦都係啦，呢度好容易出去啦。呢度啲薄膜嘢不過就，但係你好容易再出去啦，好似下嘢俾人啲時間啦。呢度係一個重煞車區啦，不過唔會話見到有棚口少。咁呢度又係一個好長呢啲唔知咩半圓形嘅彎啦，又好煩啦，因為你等候嘅時間你唔知俾油好啊，俾油好可能推頭啦，收又太慢啦咁啊就係一個圈啦。咁等我練一陣之後咧，就試下做圈俾大家睇下。
因為我唔記得晒啲波段已經，即係冇比利時嗰啲熟得咁交關咧。不過我哋當然都有唔同啦，其實硬係你每次揸到有啲嘢可以再做好啲。我首先第一次試下攻入去咯。話呢度已經有少少推咗，一挨咗埋佢，所以之後就食咗搶啦。我諗呢度太遲，好明顯50米係唔啱嘅。我諗70幾啦，可以試下下次。個盲彎啦，基本上嗱，快次俾大家睇下，哇！冇時間㗎。呢度有冇 breaking ball 咧？你係唔知幾時上。我係憑感覺啱啱。哇！呢啲坑渠好恐怖，呢啲坑渠黐線。呢度咧高咗少少㗎，關心嘅千祈唔好食嘅真係嘢唔可以亂食，因為佢 off sale 成架車變到好似喺啲 off camber 嘅彎度咁樣跣佢咯。又出界，易出界啊！黐線。同埋咧，佢好似有個膊咧斜落去咧，所以我個位咧，如果你過咗去咧，佢會反噬你啊！即係寧願啲 anti 跟住慢少少早啲出咯。feel 到個尾勁熱啦，飛嚟飛去，係咁周圍射啲力出嚟。你好用條尾胎呢條賽道啦，個尾胎而家勁煩，啲做緊乜？我咁樣再入去就做個靚圈俾大家睇下啦。啱啱都揾咗幾個位可以做快啲少少嘅，都輸就唔係咁好啊！哇，咩事？我鎖死尾胎喎，車好似未得咁嘅。哇，咩事啊？哇，電要錯晒喎 setting。慣咗個 diff 嘅 set up 咧，同埋嗰個 quick bar set 係冇位咗啱啱，所以可能個感覺完全唔同晒。哇！我又唔記得落去你見掛住望嗰個分牌啱嘛？係㗎，差唔多應該可以。1分21，終於落到1分21啦。咁我發現專心做緊圈咧，就會講得越少嘢嘅。不過一講得嘢咧，講得多啊，得錯啦。咁所以而家就講下有咩要注意啦。首先1號彎咧就喺100米度落迫力啦，然後就挨落去啦。嗰下咧放迫力嗰下要鬆少少喎，要鬆得好靚啊！咁啊 trail picking 嘅基本技巧啦。咁之後嚟到2號彎咧就盡早收油，然後一嘢 cut 落去，一路 cut 落去嘅時候咧，波咧就一路落，然後咧你嗰個出彎咧要貼住個彎心出嘅 neat and tidy 少少。之後落3號彎咧就比較順暢。咁之後4號彎啊，盡量 cut 多啲個彎心啦，然後就收迫力去到落波啦。咁啊出彎啊小心啲，唔好俾人跌時間啦。咁呢度啊 lay apex 3波啊鏟上去。然後呢度咧就唔好太遲落迫力，因為一定鎖死條胎。然後落2波就過個雪傾，然後盡量做啲避油挨住出彎位。咁呢個彎就落4波棘落去啦。然後呢個咧我覺得係3波係最好嘅，不過我試過咁多次都係咁啦。咁啊 keep 住呢度就一路上5波6波，一路上得啦。然後咧就6波接彎心度前面收少少，拉住個彎心，跟住佢哋會扯你入彎噶啦。咁快落翻山啦，咁啊 T12我見咗搏落迫力啦。咁呢個 T13啊，盡量挨外啲，然後又係 cut 翻落去個 lay apex 嗰個位，呢個位係啊，就係呢個位 cut 啦，跟住就一嘢衝翻出去啦。咁呢度都係啦，咁其實都係 lay apex， 但係右彎咁解啫。跟住之後望出去啦，因為3波衝出嚟，然後即刻上4波。咁然後出呢個彎小心啲，唔好出界，因為 DQ 埋你下一個圈嘅。1分20秒，呢個就係我用咗個零鐘喺個遊戲度揾到咁多巧妙啦。咁啊，都歡迎大家分享。老實講，我真係唔係一個勁嘅車手。我睇翻上年嘅 qualify 時間咧，最快都已經1分17㗎啦，咁我啱啱就做1分20啦，咁可能係比賽少少時間啦。今年我諗佢哋都1分10幾嘅，呢個圈係好快過。1分20秒點681啊！咁啱啱大家都見到啦，賽道同上站 Spa 咧係喺一個極端，速度比較低，慢彎咧就比較多，所以譬如你用到最腍嘅 C3、C4、C5。上年咧，就算呢度咁難爬頭咧 track position 咁重要，都係兩停為主。今年咧就暫時未揾到預計嘅策略。不過講開又講啊，上站落雨搞到我哋冇得睇跳梯有咩效果，真係啲可惜啊！否則咧可能我就有排講啦。
咁最後咧就係天氣啦，呢條片拍片嘅時候係星期四晚，可以見到咧星期五天朗氣清，但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咧分別有35%同埋60%機會落雨。咁我哋逐日睇翻 check time 啦，因為有時咧一早一晚天氣凍，比較容易有雨，但係中午呢分鐘個天朗氣清就曬到癲，所以睇埋咧幾點比賽對翻個預報。咁首先係星期五啦，星期五晏晝咧基本上都係好低機會嘅，頂咗5%機會落雨，咁我諗唔會中啦 OK。咁星期六呢，如果你睇落去咧，如果星期六落去咧，晏晝咧即係中午呢段時間咧就係5%機會啦。如果你話日頭朝早做咧9點之後咧，基本上都係零嘅，全部都係零。咁最後咧就係星期日啦，星期日咧其實得一節嘢發生嘅啫，就係3點鐘嘅時候會有正賽啦。咁啊呢個好搞笑啊！咁啊3點嘅時候有10%機會落雨嘅。咁另外咧，但係咧去到4點已經係0%啦，咁其實機會都非常之微嘅。最後咧就講溫度啦，最高嘅只係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中午嘅28度，咁加上咧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基本上咧就算唔落雨都會多雲嘅，咁啊場地溫度咧就唔會高到去邊。咁跟住我哋講下今站有咩嘢值得大家留意啦。自從角田喺 Imola 排位嘅時候撞車之後，撞車影響一直影響住佢，唔係身體出現問題，而係影響佢獲得更新嘅進度，令到佢部賽車一直都未有更新。而據報道指出，話佢喺比利時站排位賽之前獲得底板嘅更新，而佢最終都可以喺星期六正賽排位排到第7名，同衝刺賽排位截然不同，亦都係今季時間上最接近 Verstappen 嘅一次。咁當然啦，都因為紅牛吸取咗英國站嘅教訓，實行超前部署。到星期日有雨咧，就喺排位賽之前換翻個大啲嘅尾翼，而令到韋少最終排位排到第4有關啦。咁都要拆翻佢講下，超前部署往往最終結果未如人意，可能你會發現呢個準備到嗰時咧又唔需要喎，甚至分鐘咧仲衰咗。咁韋少賽後咧就咁講，其實我覺得我哋最大嘅錯誤就係揀咗個大尾翼。因為最終比賽都冇乜幾多個圈係濕地嘅，總體嚟講真係有啲可惜，因為我覺得比賽其實可以早啲進行，唔太理想。不過呢，我哋最大問題都係好難喺成個比賽期間呢都保持條胎。咁當然 F1 賽車受制於 Parc Fermé 嘅規定，要早日排位賽就之前落決定，車隊咧唔好似天文台或者政務司司長咁，中意幾時發咩波就咩波。咁所以紅牛嘅決定咧又唔可以話錯，只係真係爭啲運。咁我哋講翻角田啦。第7名起步嘅佢，本身咧就好有機會拎到分，比賽頭段咧都係保持喺第7名，但係最終23名完成賽事。我哋先聽翻角田咧賽後點講。我諗我自己同車隊有啲溝通錯誤啦，我要求換其中一隻乾地胎啊，最尾佢哋好遲先叫我入嚟，當時已經過咗入 pit 位，之後佢哋先叫我，呢啲情況係好決定性嘅，所以我之後唔見咗5個位。成場比賽都困住喺後邊。咁我睇下咩事啦？喺12圈尾嘅時候，當角田去到 bus stop 處傾，準備入到 pit 入口嘅時候，係咪入嚟？入嚟。你做乜搞？因為咧一直都未搞掂 F1 TV，喺澳洲咧都冇呢樣嘢。同時喺 F1 TV 咧 check 得好嚴謹，俾錢啊、地址啊、戶口開喺邊啊，呢都 check 埋。所以唯有假定佢呢條片咧係啱時間嘅。當時角田咧見冇反應就攞走軚走開咗，之後咧先見到工程師叫佢入嚟。其實咧真係冇可能咁問水先覆嘅，加上呢度一個圈成1分40幾秒，喺全個 calendar 入邊最唔應該犯呢啲錯嘅地方。你呢下咧令到角田13圈未入站，同羅華一樣，都損失咗好多時間。角田咧一度跌到12名，喺 Gasly 後邊俾佢頂住，之後去到42圈，足足28個圈都喺佢後邊。咁睇下呢幅圖就知啦，28個圈都喺 Gasly 後邊1秒之內，但係又過唔到喎。咁可能因為食咗太多亂流啦，令到佢最尾圈速好慢，不如俾 Bamon 同埋 Hülkenberg 爬頭，以13名完成賽事。咁所以 Max 咧賽後都咁講啊，我哋太遲叫佢入嚟，令佢損失咗啲位置，太對佢唔住啦。佢本身比賽表現好好，車隊機械士亦都準備好，只係叫佢入嚟叫得太遲。我哋下次一定要做得好啲。今日本身節奏好啱，亦都有機會拎到分，但係事與願違，我哋喺今站行前咗一步，希望帶到去布達佩斯。真係估唔到呢頭講完呢，嗰頭紅牛真係有策略問題喎。咁希望咧下一站角田可以將進步袋落袋，真係有相應嘅成績見到。喺上星期嘅比利時站 ，Toto 進一步確定來年車手陣容。我哋傾向嘅方案係繼續同 George 同 Kimi 合作，呢個係第一優先。當然你都唔可以唔睇實 Max 嘅動向，我哋之前走咗寶啦，不過我覺得唔會有咩大驚喜。如果陰謀論少少啲嚟睇啊，你覺得首先咧係韋斯塔本旗下嘅人放風，唔係講緊韋斯塔本啊。加上咧平治又唔會強烈否認，講到尾啊，所有新聞聽嚟聽去都嚟自意大利 Sky Sport 嘅報導。如果意大利媒體信得過咧，我諗法拉利應該拎多10次世界冠軍啊！咁至於佢哋有冇真係見過咧，我覺得點都係有，
只要佢哋車隊領隊成日都話，同最頂尖車手保持聯絡咧係佢哋嘅職責，加上讓子彈飛，令到紅牛內部人心不穩，何樂而不為啊？佢可以順住少少先嘅英國太陽報報導 ，Russell 咧正同平治傾緊新合約，新合約年薪3000萬鎊，令佢報酬咧直逼其他車壇頂尖車手。原本咧希望有望咧暑假前落筆，但而家車手咧同車隊咧仍然緊密傾緊，最快咧會喺暑假後敲定。咁至於一直都係 Horner 反對派大名嘅韋老豆咧 ，Jörg Verstappen 今站都被問到關於 Horner 離職嘅睇法。佢喺星期日比賽前咧就喺賽道俾 Martin Brundle 同埋 Nico Rosberg 追住嚟問喎。你好啊 Jos， 好多嘢變咗啊，車隊好多嘢都唔同晒。你同 Max 仲有其他人滿唔滿意而家嘅發展？佢哋決定要換人，只要搞得掂冇咩問題發生我都 OK。但係上年你話要 Horner 走嘅喎，因為你話佢終有一日會破壞車隊。都成年前，而家唔同啦，而家冇嘢講。咁你而家冇意見啊？我不嬲都冇意見㗎。咁進擊嘅羅斯堡令到氣氛有啲尷尬，於是Brundle即刻轉話題講下天氣啊！咁當中發生咩事，我諗大家都估到七七八八啦。歡迎大家咧喺留言區度講下你嘅睇法。本身以為用同一部電腦揸車同埋錄片咧會叻到揸唔到，因為 FPS 冇翻90咧都好難搞。點知同 ChatGPT 傾完一輪，佢教我咧就改某啲設定，就可以一部電腦做晒，等個畫面咧好睇少少咁。咁到最後咧，再次呼籲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like 條片，撳我中意搶先看，分享俾你哋身邊睇 F1 嘅朋友睇，再 comment 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咁啊之後再見，拜拜。